很多小兄弟跟窝窝说，他玩中路老是被队友清理掉他的兵线，让他没有经济，打野又累，双边线又难 carry， 要选什么位置呢？那就玩辅助吧。辅助这个位置不要小看，其实内藏很多心得，很多好玩的元素。到底该怎么玩辅助？怎么把辅助玩的一个可以 carry 的位置呢？这一把直接用一个大家都可以用的一个辅助萨尼，简单好用，不会玩辅助看了你也会。这把临死轻松上分，到底有什么心得？怎么出装？怎么用魔纹呢？好好享受吧。这里对面吕布想要切我们的这个凡恩，直接把他往回推，搭配队友控制他，把他收掉。一个甲虫直接在他塔内控制他，把他死神就打出来之后，再把他人头收掉。这里直接控制对面的这个克里希，又把他死神就打出来，再把他人头收掉。一批把两个直接打成残血之后，这个熊猫直接逃不掉，被我们队友收掉。还有一个这个甲虫想要切我们的貂蝉，控制你，然后马上呢去救我们的貂蝉，大招直接再一个治愈，把他人头收掉。这里看到对面夸克，他想要开大控制，直接一技能往回推，一个环速，再大招把他人头收掉。那我叫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现在请大家先在下方点个赞，还有订阅哦。你小小的点赞和订阅对我来说是最大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Hi everyone， 我是 Mad Team 的窝窝，这次带来的是排位赛萨尼辅助的一个实战解说。那如果你还没订阅窝窝频道的话呢，请先订阅，要不然的话就失去一个叫你上 S 的方法。这里直接先推对面的这个法师，再扛塔越塔把它收掉，拿到 First Blood。那如果你是喜欢玩其他路、其他英雄的话，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窝窝你喜欢玩什么路、什么英雄。那窝窝的话也会尽量出那个英雄的实战解说来给你看。这里对面的甲虫入野，直接一技能把它往回推，然后呢二技能震飞对面的这夸克之后呢，他这里我们是追不到的，全部英雄除了我们之外没有位移功能，反倒是这个吕布可以用我们的一技能先把它收掉。刚刚的夸克即便我们一技能跟上他，追得到他，可是如果尾端没有把它控制到的话呢，我们的队友比方说刚刚的凡恩还有貂蝉呢，都是没有位移功能的，那这样的话就没法勾到对面。这里直接把对面的甲虫控住，那这里呢就不能够再打，没有技能就不能够再打了。不过如果刚刚貂蝉是有大招的话，绝对是就直接的把他这个打野人头就可以直接拿下。在出装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个莲佑之戒，去给一下对面的视野。那这一把的净化护腕不太需要出，因为对面呢没有说到很多控制的英雄。那这里呢，先让我们的自家打野刷起4下之后，不要把它尾刀了然后看一下熊猫，如果直接消失的话，这个上塔可以直接压，等待兵线的到来，即便是个辅助，这个时间点也是要帮忙去把这个塔拿掉，然后对面一支援，肯定有人支援的，把他死神之后打出来之后，再把他人头收掉，然后这里二技能一个震飞对面的熊猫，那就让队友成功逃脱。这里呢尝试要卡住，要卡一下这一波兵线，让自己的这个飞类呢能够不要掉那个经济。那可是中路这里呢就被压了，
那这个兵线我们就先不管，因为自己的飞类啊也没有要赶过来的话也没所谓。在这个草丛附近给一下这个视野，有没有人要从这个上路啊走？结果对面是去 gank 这个下路的话呢，其实如果是中路小兄弟啊，我如果自己玩中路的话，这个时间点就应该会要去支援了啊。如果对面的中路已经下去的话，我们队如果2个人还是可以把下路守住，勉强守住。那要是对面的中路下去了，那自家的中路还在中路的话，那就麻烦一点。看到上路有集结，先大招劈上去啊，然后看到对面这个祖卡莫拉一个回身把他人头收掉，然后一技能控制对面的中路法师，一样的把他的这个死神之佑打出来之后，搭配队友把他人头收掉，再给一下这个视野，有没有人呢会从这个地方直接回城？如果对面刚刚有人在2个塔之间回城的话，我们直接一个一技能，那如果队友有跟上，就可以直接把他收了。这里先蹲在这个 L 草，然后看到下路2位输出，这里走得太深了一点啊，这小兄弟。不过没所谓，一个一技能控制啊，然后快到这个貂蝉的时候，一个大招顺便假治愈，把他对面打野的人头直接收掉，还救了我们自家的中路小兄弟。那这里我们看一下对面的蓝区，毕竟我们把对面的打野收掉之后呢，他身上的蓝 buff 并没有转移到我们身上，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去看他的这个蓝区，很明显他的这个蓝 buff 呢是可以拿的。那这里看到这个吕布这小兄弟，看一下有没有进场的机会。貂蝉把他冰住之后，我们一技能伤害，然后2技能震飞对面的这个夸克，队友把他冰住之后呢，其实这里是可以把他收掉的。那再等待一个进场的机会，等待队友们的输出。玩到萨尼这个辅助呢，当然大招是很痛没错啊，可是更多的要做的呢，就是去扛伤害，还有给视野。那然后就是用一些控制技能去控制对面，然后让队友们去输出。这里呢，我们站在这个草丛看一下对面有没有人要从这边过来。克里希一看到我们就马上逃了。有人要从这里守的话，直接呢就能把他人头收掉，无论是谁，因为我们兵线呢已经到了。那这里看到祖卡一技能马上控制像超人一样把它控制住。那这里我们还有一台炮车，那我们呢就直接往前搭配队友，把对面上路的高地直接拆了，然后再把对面兵线清光。这里我们必须要来殿后哦。可是如果这里还想要再打的话，那就可能有点太深了。这里的不适宜再打，对面的夸克脚闪现，那我们差一点把它收掉，没所谓。那可惜小兄弟们这里这个位置走得深了一点可是没所谓我们还是做好自己就好。鞋子方面呢，我们出一个魔防鞋，增加自己的韧性。那当然了，你想要做跑鞋，那也是可以的。这里看到这个小炮车，祖卡呢直接想要出来整理，被我们消耗到血量之后呢，这里呢我们下一波的兵线又到了，看一下队友们有没有要拆这个兵线。那没有的话，对面的中路法师就很快的可以把他这个兵线直接整理了。那这里画风一转呢，我们来到凯撒区，先把这个冥灵飞龙先拿掉。那这里呢，我们不需要拿，可以给我们的
凯撒路去拿，增加他的这个拉打的能力。这里不太需要怕开龙啊，因为呢对面的吕布很明显在上路啊。我们先把对面的夸克控制，一个大招把他人头收掉。那克里希的话呢，这里就比较难追。那回手，对面有人要来抢龙的，直接对面这个吕布缴出他的这个瞬移。那瞬移也没用啊，我们其实也不太需要追他，从这个位置的话呢，怎么也是得掉人头的。那可是呢，尽量的要让他快一点掉这个人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他慢了掉人头的话，又是被塔杀的话，那很有可能不会算进我们任何一个队友的这个击杀。那这里把对面打野收掉之后，其实可以先把对面这个高地拆这个中路2塔拆了，然后呢再把高地拆了。其实这里呢是有机会可以做一波的，因为呢对面2位打野还有对面的法师人头都是消的一个状况，龙其实不太需要做了，反而是先控制对面的这个想要切牌的这个吕布，再把对面主堡直接拆掉，赢得这场游戏胜利。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Mad Team 的窝窝。喜欢影片的话呢，别忘了订阅、点赞还有分享哦。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